大家好，我是小汪，这是我的第一期 YouTube 频道。以后呢，会在这里跟大家聊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最近2-3天非常火爆的一个事情，叫做 TikTok 难民蜂拥涌入小红书。这里我们说 TikTok 难民纯粹是就是这几天大家对它的一个称呼，我们把它打引号，就当成是一个特有称呼，并不是真的指他们是文化上的难民我们就只是把它 TikTok 的难民就当成最近大家的一个专有名词，就像小 A、小 B 一样。好，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讲这个话题之前首先想问一下朋友们，有没有人这几天这一个星期买了小红书概念股？有买的人吗？买的请举手，赚翻了吧。你别说小红书，我用了非常多年，很早以前大概可能也是6、7、8年前吧，我就觉得这个 APP 会大火，将来我就一度很想买它的股票，当时我就搜了，小红书没有上市。这么多年呢，我也一直在留意关注它有没有什么上市，什么时候上市，因为我是一直想说上市了，我不能在1级市场成为它的投资者，对吧？那我可以在2级市场买入它嘛，共享它的成长也是不错的，但是很可惜它一直没有上市，对吧？其实就是最近1周这个 TikTok 难民涌入小红书事件我也一直在关注，因为我每天基本上小红书我也会用嘛，上面的梗呢更是层出不穷，而且很多都让人就是真的会捧腹大笑可以说最近1周很多快乐就是小红书上面各种密集的梗带来的。然后但是因为我知道小红书没有上市，对吧？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买它股票，但是我还真没有说想去搜一搜小红书概念股有哪些，错失1个亿多么的可惜iPad 前面手机前面的观众们如果有人买了小红书概念股可以给我留言，恭喜恭喜。以后咱们这投资理念一定要更加完善化，就是哪怕最近一个热点事件出来，哪怕这个公司它没有上市，那我起码要去搜一搜它相关的概念股有哪些，我赶紧买入它的概念股，对不对？尤其现在 A 股市场跌成这个样，小红书概念股蹭几连板的涨。那我们接下来再聊这个事情。小红书呢，其实我基本上算它是很早期的一个用户之一吧，但我一直没有在上面说去发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上面的博主，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搜索引擎。该说不说，它比百度好用太多了。所以说 TikTok 难民他们就是因为由于担心 TikTok 被ban嘛，然后说找一个新的 APP， 只是很多人很诧异怎么去这滔天的流量砸到了小红书头上。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倒没有那么诧异因为如果说就是美国的民众们，他们就是要选一款中国的 APP 作为这个报复美国政府，就是说你说我 TikTok 1.9亿的人民用的好好的，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30岁以下的，对吧？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刷 TikTok， 然后在 TikTok 上面发视频看视频还有很多小生意者在 TikTok 上面就把 TikTok 有点类似于像中国的阿里巴巴了，已经就是他可能直播卖货等等的，他就根本离不开这个软件。那你美国政府你要把它办了之后，他就说你不是说是因为数据安全吗？说因为 TikTok 是中国的嘛，字节跳动呢掌握了我们的各种数据什么的，考虑到国家安全还有什么信息泄露问题你要把它办了。那好，我现在我就不听你的，你要把它办了，那我就去找一款更中国的应用。我找来找去找到小红书了。这小红书不仅仅它的 logo 是纯汉字的，就连它里面的界面都是中文的，而且还没有一键翻译的功能。你就说这么对于就是海外用户来说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东西，他们现在都能够把小红书弄成了87个国家 APP 下载排行榜第一，不仅美国什么加拿大，还有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然后包括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全都已经登顶第一了。这是多少 APP 最梦寐以求的事情。曾经的 TikTok 应该都没有霸榜这么久过吧，都没有这么多国家同时登上第一，包括像 ChatGPT 我估计都没有过。没准小红书是破了有史以来的记录了，真的，怪不得小红书连夜扩招非常多的说英文的这个审查员还有要招聘会英文的这个，扩招了很多岗位。然后我们接着聊为什么我觉得选中了小红书不意外？因为你想如果说美国民众他们就是想选一款中国的 APP 来作为就是就像感觉美国政府是一个大家长，
然后给孩子设了各种条条框框的规矩。那小孩叛逆嘛，美国民众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孩叛逆，哎，你家长让我不这么干，我偏要这么干，你不让我用中国的 APP， 好，我现在偏要选一款中国 APP 跟你较劲，我就不用你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我也不用什么 YouTube Shorts， 我就不用这些啊，我就让你扎克伯格、马斯克哭晕在厕所。那我选一款中国的 APP， 选什么呢？很多人他可能会疑问，为什么没有选择 TikTok 纯正的中国版？人家有啊，叫抖音，对不对？你不仅界面一样，连 logo 长得都一模一样 ，APP 那框长得都一模一样。那你海外用户，美国人怎么不选抖音呢？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抖音它就是你要下载抖音的话，你要把你的 App Store 先切换成中国的嘛，就非常麻烦。比方说我在海外的话，我现在这个 App 是我自己国家的，然后打开来，对吧？我这个苹果账号，然后如果我要现在有的时候要下载一些国内的，要回国旅游，比方说我就要下载一下百度地图啊，或者一些什么滴滴打车呀，我都要把这个 App 切换回中国。就虽然这个操作可能也就是很快，但是还是很麻烦，就这一步之差，让抖音错失了这波滔天的流量。那你说中国的一些主要的还有什么 ？B 站不可能吧，太费劲了。你是发一个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评测视频啊，或者长视频啊，有点偏知识性的。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是微博接到这波滔天流量？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些 APP 里面，小红书如果说把它们人物化，微博就有点像那种40-50岁的男的，大家觉不觉得？就是比较成熟，然后也有点教条，就有点 boring。其实就有点像美国的 Twitter。你想，大家为什么没有去 Twitter 这样的，没有回 Facebook？其实肯定也是因为觉得太 boring 了，跟 TikTok 比。那小红书呢，就明显年轻化很多，它的用户。而且最开始的话是以女性为主嘛，即使在现在小红书的这些使用者里面，我相信女性的数量应该还是多于男性的。女性的话呢，天生就比较是吧？我们女性群体话多，然后比较喜欢聊天，比较喜欢输出，喜欢发帖，没有那么多怎么说呢？教条的爹味，男同胞们不要生气啊！但该说不说，反正我们国家40-50岁的男同胞，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爹味的。小红书上就不会，大家主打的一个分享。这里呢也跟海外朋友没有使用小红书的人一个小小的介绍吧，因为使用的肯定知道嘛。比方说像我都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其实还挺依赖这个 APP 的。有一度曾经啊，小红书负面新闻也挺多的，比方说各种大家觉得上面是吧炫富的呀，然后各种广告啊，甚至一度很多人觉得小红书是不是要被国家禁了都有可能。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更加包容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小红书上就是你会觉得它活人特别多，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使用者就是偏年轻化，然后活人多，也就是说它的真实案例多。就像比如说我吧，还有很多海外的华人、海外的留子们啊，根本就离不开小红书。为什么？就是它上面有太多真实的信息了，就是基本上没有你想不到的。就是你能想到的，你在上面都能搜到，哪怕是多么小众的一个事情。就是小红书普及之前，我可能去的时候，我就是每次都是买自己习惯性买的东西。小红书普及之后，我发现居然有这么多我没有买过的东西。然后我甚至记得有一种那种梅干单称的，就如果我不看小红书这篇文章，我一辈子都不会去买那个东西。但是我看了小红书，我就真的发现了很多我曾经从来没有买过的美食。然后包括看病，你可以真正可以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家庭医生 GP 了。初步的啊，就是你的很多小案例啊，你比如说你身上长了小疹子啊，或者说啊我这个耳朵怎么，我有一次打喷嚏，然后用力擤鼻涕，我居然鼓膜穿孔了，朋友们。然后我搜一下鼓膜穿孔到底严不严重啊？因为我当时一听 GP 跟我说鼓膜穿孔，我天都要塌了，我感觉是多么大的一个病。然后结果在小红书上一搜，原来这么多人有，瞬间心就放下去了。然后比方说哪家 GP 比较好啊，哪家 GP 会说中文啊，父母来带他们去哪里玩呢？然后火车有哪条线路啊，等等的，就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东西你都能搜到。然后更不要说回国啊，中国是吧？那更方便了。然后各种比方说像现在很流行的哈尔滨旅游啊，哈尔滨的各种攻略啊，哪家东北菜好吃啊。然后我回国的时候，比方回这个去国内的几个城市玩啊，比方环球影城攻略呀，然后告诉你哪个线路从哪个门进，然后按什么线路玩你可以玩的最多，然后最爽。
太好用了。就这个东西，它相当于是，如果我们在海外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 whole package， 包含了你的 Facebook、Instagram， 然后 Google， 就所有你能想到的都可以收到，然后比你在用百度去搜有用的多得多。我就是最切身感受的一个最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很早之前，在还没有小红书的时候，我那会儿去塞班岛旅游，然后在塞班岛就是回国，那会儿我还没有说到海外来生活，那会儿还在国内生活。然后从塞班岛回国的时候呢，我在塞班岛机场的免税店买了一块手表。然后买手表的时候，当时我就想说，哎，塞班岛的免税店，因为导购就跟我说嘛，我们这肯定是既然都免税了，然后塞班岛又属于美国，一定是全球最低的价格。然后我当时还搜了一下，因为那会儿没有小红书，只能在你想百度上搜。微博我记得已经有了，我也在微博上搜了一下，说这款手表什么价格，就搜不到，几乎没有说海外的朋友去真的晒他买这块表然后多少钱呢，就搜不到。所以我就只能相信了那个导购的话，因为也挺喜欢的，就在塞班岛的机场买了那块手表。然后好巧不巧，转机的时候是经过日本成田机场，然后回国，然后结果在日本成田机场又看到了那个品牌，然后结果一进去一看，那个手表啊，折合人民币当时就比塞班岛免税店就比塞班岛大概又便宜了几千人民币吧。我当时觉得就好不爽啊，这就是因为信息差导致的嘛。现在小红书普及了之后呢，这种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了。就你想买任何一款产品，不管是任何品牌的，你搜它的型号在小红书上，你基本上都能够知道它全球的价格，就是都会有真实的人去晒。比方说你要买东西啊，我在法国买多少钱，我在日本买多少钱，我在美国买多少钱，就太生活化了。在这里你就会感觉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活人社区，海量的真实的案例让你搜，包括像简单的什么花园维护啊、花园的工具啊都可以。所以说，如果美国的朋友们，比方说他们真要选一款中国的 APP 来进行迁徙的话，如果是我只是一个美国普通的一个民众的话，我也会选择小红书。更不要说早期可能有一些人因为小红书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嘛，在海外留子中也特别火，然后小红书可能有几个 TikTok 上的网红迁徙过来之后，海量的效应就来了。等他们来了之后，发现也正是因为小红书这个海量的活人群体，然后比较年轻化，所以大家的这个语言风格呀，都是那种非常有那种开玩笑的，然后非常活灵活现的，就让他们觉得跟我也没什么区别嘛。就中美就是民众之间的这个，虽然开始可能没有语言没有那么通畅哈，但是互相立刻就能 get each other， 马上就能都明白对方，而且畅聊的非常欢腾啊。这也只能在小红书上发生这个事情。你想吧，如果说 TikTok 早期比方说有几个网红他进行迁徙的是微博，我相信很快他就会觉得too boring， 没什么好玩的，感觉中国这个好像跟美国政府宣传的也差不多嘛，不会形成这种海量效应，就是一下小红书登顶全球87国排行榜第一，微博是绝对不可能。不好意思了，微博，我觉得微博是不可能登顶世界这么多国家第一的，不可能有这么一天的吧？这个事情只能发生在小红书，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大量海量的年轻的活人群体，就让我们迅速的能够打成一片。而且年轻群体呢，基本上就是说国内现在的这个教育啊，像我小时候的话是从初中就开始学英文的，然后到了大学都要考4、6级嘛，我记得是考了4级才能毕业。所以说就基本上小红书上，因为很多它的这个使用者应该也都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大学生，以大学毕业的，我觉得还是偏多数。所以说基本上日常的这个英文交流都没有问题，基本上就很快的打成一片。这也引到我今天想聊的第二点哈，就结合这个事情，很多网友就说，对于 TikTok 难民涌入小红书，有点叫什么，就是说感觉有点白人至上。那么很多人就评论我辛辛苦苦经营小红书一个号好几年都起不来，粉丝也就1、2千，怎么一个老外来了发一个那个露肚子的腹肌照，歘歘的就涨粉，1、2篇帖子每篇点赞都上万，然后可能1、2天、2、3天之间粉丝就好几万，就非常多。小红书上中国的这个使用者们在这儿鸣不平，就说小红书上呢人怎么有点媚白主义其实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就他们就说哈，就是说还有说啊，我们中国人出国了，我们去你们的平台，去 Facebook， 去什么 Instagram， 就我们出去了，我们要说英文，结果他们来我们这，我们还说英文，就有点觉得小红书上的人是不是太那个了，太崇洋媚外了。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红书上的使用者还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小红书的群体相对于抖音、快手来说，它的受教育程度肯定是要更高的，然后它的这个使用者，它的收入群体啊，相对于其他中国的 APP 肯定也是偏高的。咱不和微博做对比啊，因为微博实在是太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中年人使用了，而且男性群体也很多，还有很多大 V， 对吧？知名的企业家都在使用微博嘛，所以咱不和微博做对比，我们就说这个小红书跟其他的抖音、快手相做对比的话，它的这个受教育群体，还有它使用者的收入群体，一定是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一个。所以小红书最开始还被大家称作为小金书嘛，就是说很多人在小红书上晒这种小资生活呀，晒自己的就是各种生活方式啊，生活美学呀，各种家里的设计呀，都要布置的特别有点那种就是小资调调啊等等的。所以正是因为小红书它的这个使用群体，大部分人吧，我相信肯定都是有这个大学，就是有大学程度的，所以它的英文程度，我不是说所有大学生都很好哈，但是你想大学如果没有过4级都毕不了业，对吧？所以说就日常的交流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也就是说，当美国人他们入驻海量蜂拥入驻，然后带动其他还有包括欧洲群体欧洲的这些民众都入驻之后，那你说2个人交流，如果我们回归到比方说就2个人，那你是一点中文都不会，我会一些基本的英文，那你说我们用什么语言交流？那肯定就是用英文嘛，这不涉及到什么崇洋媚外的问题。如果这个场景大家换一下哈，如果是韩国人蜂拥入驻小红书，或者是日本人蜂拥入驻小红书，我相信小红书上的使用者，我们是不会费劲巴力把中文翻译成韩文，然后再用韩文来进行发帖，然后用韩文来回复的，我们肯定就直接用中文回复了。然后如果日本网友进来，我们也直接用中文回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韩语，不会日语啊，会韩语日语的太少了，除非是那种小语种学习的，对吧？但是英文的话，Come on， 不要小瞧国内的这个教育普及程度，好吧？我那个时候都是从初中就开始学了，现在我不知道国内的教育，但是我相信，不是说那些小学生英语都溜的不行了吗？北京海淀区的那些学生嘛，都基本上跟母语差不多了，所以英文对我们来说已经就是一个语言工具了，没有说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崇洋媚外，或者说我会英文我就要怎么 show off 炫耀一下，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不存在，纯粹就是因为我们会我们说英文，跟你说英文是因为我们会英文，我们不跟你说中文是因为你不会中文，就这么简单，不上升到什么白人至上、崇洋媚外这个程度。再想聊的就是很多小红书上本土的这个博主，他们特别受不了一点，就是说有的人说我经营小红书好多年了，我自己的账号怎么才1000粉丝，然后1-2千粉丝，甚至有的人粉丝数量可能还不过千。比方说我刷到一条帖子哈，那个博主其实他的那个质量真的还蛮高的，他就是做那种有点像微电影，但他是拍风景的，就他可能本身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吧，他的器材一看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种，然后去拍中国，然后包括像国外旅游不同的山山水水。我估计他没有说大量涨粉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那个他本人真人出镜，他拍的全部都是那种风景，非常非常美。确实，因为祖国大好山河嘛，不管说是新疆啊，还是说四川啊、重庆啊，还有广西啊等等很多风景都非常美，大江大河、大山大水都非常美，但是确实他的粉丝数量大概才1000多。他就说不及老外的一个男的录一个腹肌。其实关于这点我想说的是呢，如果说你本身你的题材是比较偏严肃 serious 的话，那你其实还不如发在这个 B 站或者说是微博上，因为我觉得国内中国的这几个网站吧，其实它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B 站和知乎，你会感觉更严肃一些，更适合你发一些比较严肃高质量的作品。小红书上它本身就有时长限制，你也发不了太长的，而且它更多的跟这个 TikTok 有一点像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快餐式的东西，偏娱乐性质。很多人刷它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等车的时候然后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打发时间的这么一个玩意，刷一刷它。如果你说在这个上面发一些比较偏严肃的一些作品确实质量很高，确实它的吸粉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反而是你可能发一个特别戏谑的东西，它一下就涨粉速度很多，就大家觉得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上班上学一整天这么累了，我回家我就是想图轻松图一乐子，我不想再看那么多严肃的东西而且严肃的东西大家确实也知道你质量高，但是我看了我觉得跟上班差不多累你说你这些是不是就是高质量的东西，欣赏美谁不会呢？大家其实都会。那我现在就是想打发一下时间，我就想看点下饭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像吃播呀，有些综艺它特别火呀，真的它质量很高吗？其实不是，说白了就是它可以下饭，我就把它当下饭的东西了。小红书其实多多少少有点这样，而且它的这个信息获取很快，虽然是广大的这个活人案例但基本上大家晒的是自己活生生的，不管是吃喝拉撒、看病、旅游、医疗，还是说教你做菜，还是说教你修一个东西，基本上你在小红书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是海量90%视频嘛，可能都是在1分钟以内，我就大概都已经获取明白了我的信息，甚至有一些1分钟的视频，很多人还快进看完呢，2倍速看完呢，对不对？就是小红书它不太适合这种长媒体或者严肃信息的发布，你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反而吸粉会快。不能因为说你发布严肃的没有吸到粉，你就说怎么外边男的来露个肌肉就怎么小红书就白人至上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一个中国的男的，真的一个男生长得也很帅，然后一身肌肉，然后天天露，我相信他涨粉速度一定也是嗖的。这跟中国人和老外没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小红书上女性群体多，那女性群体是吧？有一个帅哥露一个肌肉，那女生点个赞，这不很正常吗？就跟男生喜欢看美女一样。对，说到这些梗我还看到很多就是老外露一身肌肉，然后女生在下面点赞，然后说我终于体会到男人的快乐了，然后说太多了看不过来，根本看不过来。其实这些大家不是说女生怎么就轻浮了，其实不是，这就是一种幽默。你说真要让这个女生，比方这男的真来追这女生，女生就答应做他女朋友吗？未必，人家还觉得不靠谱呢。但是互联网上嘛，就是随便一评论，没有必要那么严肃。第3个想聊的呢，就是说中美网友现在第一天打招呼的时候，不是说都说收猫税吗？让我看看你家的宠物，就像2个小孩子互相拉近距离，彼此非常好的一步，就是说，我给你看看我的宠物，你给我看看你的；我给你看看我的猫，你给我看看你的狗；我给你分享点吃的，你给我分享个玩具。这不是小孩子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吗？其实放到大人身上也一样。那中美2国民众，他最开始第一天大量海外的这个老外进入小红书之后，我们都问他说收个猫税，给我看你的宠物，给我看看你的房子 ，show me your room， 给我来个 room tour， 你给我展示你的，我给你展示我的。然后接着第2天呢，就开始说中美网友开始对账了这个我看到最搞笑的一条评论是什么呢，朋友们？就是说，美国人用了小红书2天之后，发现中国人民生活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呀，就比美国政府宣扬的要好很多。然后中国这些小红书本土的使用者，在海量的美国人民涌入了2天之后，发现生活的比我想象的要差很多呀。因为之前国内很多媒体可能会美化这个，总觉得是发达国家嘛，肯定是生活的更好嘛。那有一些没有出过国的朋友们，他们就会觉得，是不是国外更好？但是大量美国人民涌入了之后，然后中美2国网友一对账单之后，发现，美国人生活的比我想象的差呀。这是我看到最搞笑的一个评论了。其实关于这点我觉得还是因为我开始讲的第一个，就是小红书相对于其他的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来说，它的使用者受教育程度应该是最高的。
平均收入群体应该也是最高的，所以小红书上的使用者晒出来的，尤其是小红书上有一定量粉丝的，就是说把自己的小红书不是当朋友圈发，而是说打造成一个博主人设的，他是想展示一个自己更好的生活，不管他是说一个生活博主，还是说他是一个家居博主，是吧？或者说一个哪怕是收纳博主，他肯定是要把他家里比较美的一面展示出来，不可能说展示他脏乱差的一面，那怎么吸粉呢？然后或者说是一个旅游博主，总要展示他去过的地方，对吧？包括国内游或者海外游。如果生活博主还会去展示他每天做饭的流程啊，他去超市采购啊，然后摆满冰箱啊等等。那美国网友进入的时候，海量的人进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使用者，他并不是博主进入，对不对？所以这首先就存在着一个差别，因为他海量涌入，他看到小红书上，小红书推送给他的，一般也是说有一定粉丝量的，不一定说是一定上万粉哈，哪怕几千粉的人，小红书上的这个人，就是他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博主，不是只当朋友圈发，多多少少他一定是发更加美好的一面，更加整洁的一面的东西。咱先不说那些炫富的哈，因为小红书最开始饱受争议的就是它炫富的一面，甚至很多人说小红书要叫小金书，所以说他看到的一定是中国生活比较好的那一面，中年人还有更多的是年轻群体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那美国蜂拥而入的人呢，他不一定是美国，就是蜂拥而入的大部分是美国的普通的这个 TikTok 的使用者，普通的民众，并不是说是美国的博主，或者说是美国的这个大厂，或者说是美国常春藤毕业的学生，或者说美国名校毕业的学生，所以它这些使用者之间它存在着一个参差。如果说他们涌入的是快手上面可能大量很多中国农村的一种各种视频啊，包括农村的吃播啊等等，他们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感受了。正是因为他们来到了小红书，看到的是中国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这个生活，所以很多这个美国人就破防了，然后很多人还晒自己的学费呀，自己的医疗账单，然后感慨中国的这个学费多么的便宜，多么的划算，中国的医疗多么的便宜，多么的便捷。那在美国的话，看病这个医疗多么贵，等待时间多么长，美国的学费多么贵。但是确实中国的教育和医疗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物美价廉的。关于中国的医疗，它其实虽然背后很多也可以吐槽，但我们今天不做过多的讨论，不在我这一期讲小红书爆火这个里面讨论，咱只是说中国虽然它医疗很多吐槽，但相对于它的这个看病快还有看病便宜，确实是它跟海外来比两个非常大的优点。比方说都是看牙很贵，然后看一些如果不是说特别着急，像断胳膊断腿这种马上要进急诊的，很多确实要么你去私立医院，要去公立医院就等。那有的人他等，他就宁愿买一张机票就飞回国了，看的还更快。确实，所以就是说医疗这一块中国还是，然后美国人民可能就会感慨这么多年也被美国政府这个信息差给误导了。其实这确实就是 TikTok 大量的使用者涌入了小红书之后，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我觉得是我印象中历史上中美两国的民众，就是普通使用者之间大范围直接接触，直接看到对方生活状态，这是第一次，还是历史上还没有过。不要说那他们也可以注册微博也可以看到那中国人也可以注册 TikTok 也可以了解海外是会有一些人注册，但是一定是少部分群体。我说像这种广泛的接触的看，一下把一个 APP 干到世界各个主流国家排行榜第一下载量，这种大范围的看一定是历史上第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打破了很多这种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因为中国确实有一些人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他们没有出过国，甚至没有坐过飞机，他们并不太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很多东西呢都是国内的媒体给他们看的，就是很多信息他并不了解外界。比方说我还刷了一个帖子就是问一个宝妈问我小孩想吃 A2 奶粉，然后问说代购卖给他多少钱，他就说请问你们那里是真的没有假货吗？你们那里这个奶粉卖多少钱？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就觉得2025年了，你想知道一个东
东西卖多少钱，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吗？你只要是吧，虽然国内把 Google 给禁了，但起码百度也没禁嘛，还是有这么多搜索引擎。你只要搜一下，哎，那个国家本土有哪些大的一些连锁超市，然后你再进入那个超市的官网搜一下这个产品多少钱，你不就知道了吗？我现在想要知道一个东西在美国卖多少钱，我先搜一下这个东西，是吧？我们没进 Google， 我就直接在 Google 上搜了。但是如果我想我要在国内搜的话，我就在百度搜一下。比方说这个东西我知道 Costco 有卖，那我就直接打开 Costco 官网好了，搜这个产品，我不就知道卖多少美金了吗？所以还有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我就觉得有点，之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哈，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可能确实因为中国还是有太多人没有出过国了，所以这个信息差还是非常大的，就他们不太知道外面是什么样。那确实也有很多美国人他也没有来过中国，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这个渲染肯定也是，就是他也没有来过中国，所以他对中国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通过这一次这个大范围的接触，虽然在现阶段这种交流还是非常非常的浅显，可能大家聊的还是很基本的一些娱乐性的话题，聊宠物啊，可能聊一些电影歌曲啊，上升到这个明星这个名人你听过没有啊，然后开始一些对仗，聊一些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但还是停留在非常浅显的阶段。但这已经比之前有一堵是吧厚厚的墙，互相没有接触过要好太多了。而且如果说这个小红书能够继续这样保持下去，政府并没有出台什么政策来进行干预的话，那它这个交流应该还是会深入下去的，因为会有海量的这个海外的人，他比方说如果真的在小红书上涨粉超过1万，尝到这个平台带给他的一些好处啊，不是有网友说嘛，还有很多老外没有意识到你在小红书上有10万粉，你意味着什么？你意味着能有多少这个带货呀或者广告收入？他哪怕就在海外带海外的货，可能非常好的一个变现的方式。所以如果说海外用户在小红书上积攒到一定粉丝的时候，哪怕 TikTok 再次开放，他们一定是会沉浸留下来一部分人，而且还会发现，哎，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很有趣嘛，这个群体根本不像美国政府宣扬的那样那么古板啊什么的。我们就说普通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人，都是其实非常有趣的，互相能够 get 到对方的。好，最后想说的呢，就是说我刚刚看到的新闻嘛，就是说因为特朗普之前是拜登想把这个 TikTok 给禁了嘛，那现在是特朗普上台，那19号这个法案呢，其实最终还没有尘埃落定，很有可能呢，特朗普政府就会把 TikTok 办的这个决定呢要往后推迟，就是说TikTok 不一定会被办掉，或者说如果将来被办的话是一个时间问题，不一定是本月19号，也就是说也可能会往后推1年、2年、3年、5年都不确定，因为只要往后推它就是一个未知因素。其实我本人呢当然是希望 TikTok 在美国不要被办了哈，因为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中国企业这样的一个强大吧，逐渐强大，走出国门，然后像 TikTok 能够做到像世界主流国家 APP 下载排行榜都这么靠前，然后这么深受年轻人喜欢，其实非常不容易。虽然它上面很多人说你在上面浪费了非常大的一个时间哈，但是你想这些国外的年轻人或者包括中国年轻人，他不用 TikTok 不用抖音，如果他一定要浪费时间的话，他不浪费在这个上面，他也会浪费在其他方面，他也会浪费在打游戏上面刷 YouTube 电竞视频上面，就是这个东西吧，你没有它你也会有别的。要浪费时间的人他怎么都是浪费掉了，要不想浪费时间就天天爱看书的人，你就是再有 TikTok 他也不会在上面浪费多少时间，他可能也就是每天刷一下，甚至可能每个星期刷一下都有可能，所以没有必要说因为它浪费了大量年轻人的时间就把这个东西给禁掉，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然后我们也期待 TikTok 接下来的走向，希望它能够继续就是存在在美国下去。然后关于周受资这个人呢，我本人是非常的欣赏，然后虽然我还是很年轻的，但是我特别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了成为像周受资这样的人。我觉得呢，要让你的孩子成为像扎克伯格或者 OpenAI 创始人这样，还是这条道路不容易复制的。但是周受资呢，相对来说还是比扎克伯格要好复制一点，虽然也有很大的难度。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呢，我今后会挑一期来讲一讲。好，今天就聊到这，拜拜。